美日与台军共享无人机数据链，为干涉台海事务打基础，台方死鸭子嘴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北约所提供的情报支持对乌克兰军队的作战非常重要。情报支持是军事援助最敏感的领域，也是灰色地带。虽然乌克兰还不能与北约直接共享情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双方能够直接共享情报，那么就是在为下场参战打基础。对中国大陆而言，随着台军采购的 MQ-9B 无人机项目的推进，美日台是否在侦察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上进行情报共享就被摆上了桌面。近日，台湾地区的军方领导人否认参与了以美日共享无人侦察机收集的情报计划，这个非常令人意外，但是千万不能相信。据西方媒体报道，美军即将交付台军 MQ-9B 察打一体无人机，将以美日共享数据链的方式使用。据说消息是基于4位非常熟悉该项目的人。报道指出，台湾地区当局订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将被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整合到同一个情报共享系统。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美日对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地区行动的监视和预警能力将得到显著加强，在和平时期对大陆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呢，还表明美国越来越愿意与台军进行协调，为武力干涉台海事务打基础。令人意外的是，台军方在一条推文中说，尚未获知与美国和日本共享海军侦察无人机实时数据的计划。我们恳请在核实信息来源时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误导公众。我们要注意 ，MQ-9B 无人机在战争时期可是没有起飞的机会的，但是不等于在和平时期对解放军没有威胁。这种无人机配备有光电侦察系统、可等孔径雷达和电子监测设备，还有卫星通讯能力，甚至都很难分辨这些无人机是不是由美军直接在控制。凭借其长航时的巡航能力， MQ-9B 非常适合侦察台湾海峡或台湾周边其他的海域，为美军提供在第一岛链附近活动的解放军军舰的实时情报。长期以来，台湾地区军方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情报共享一直存在着争议。比如，美军是否能够实际掌握台军所采购的铺路爪远程警戒雷达的数据，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数据等等。美国未来就算不会直接武力干涉台海事务，也会对台军提供军事情报支持，这是中国大陆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不管台军方如何回应，更大的概率是利用 MQ-9B 无人机上的数据链，与美日进行情报共享。现在的关键是，解放军应该如何应对台军未来列装 MQ-9B 无人机这件事儿。首先，我们可以直接派出无人机，对其进行拦截甚至撞击。反正无人机在空中发生相撞事件是不可抗力，我们有这个技术，也撞得起。第二，派出有人战斗机对 MQ-9B 进行近距离干扰，就像俄罗斯军队干掉美军无人侦察机那样，喷点油就能达成目的。第三，就是出动大型电子干扰机压制其数据链，避免敏感情报被美军获得。当然，如果隶属于台军的 MQ-9B 无人机进入解放军的禁飞区，那我们也可以采取果断措施将其击落。总体而言，台军不管怎么否认都不管用。美军未来干涉台海事务的方式之一就是情报支持，而 MQ-9B 的列装又可能让美军大幅度提升对解放军的情报侦察能力。这种能力在和平时期必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军的军事机密，因此必须想办法应对。而在这方面，我军的应对措施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区4架 MQ-9B 无人机根本就不够看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